你听过能让人翻盘的神书吗？它就是兵家鼻祖六韬。这不单是一本古老兵书，更是顶级的人生指南。里头的智慧高级又接地气，能教你在现实竞争中怎么把一手烂牌彻底打成王炸，牢牢掌控属于自己的命运。很多人总觉得生活太难，好机会都被别人占了。其实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，而是悄悄调整风帆。只要你掌握了书里的底层逻辑，哪怕现在一无所有，也能在逆境中逆流而上，活成属于你自己的主宰。故事要从3000多年前的一场打猎说起。那时候的周王姬昌出门前算了一卦，卦象显示，他这次得到的不是飞禽走兽，而是能平定天下的旷世奇才。这个预言直接拉开了周国崛起的传奇序幕。姬昌坐着马车来到渭水河畔，瞧见河边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。这老头正悠哉悠哉的在那钓鱼，他穿着粗布麻衣，看着很普通，身上却透着股说不出的沉稳劲儿。这个神秘老头就是名震天下的姜子牙。姬昌走过去一瞧，顿时瞪大了眼，原来老头用的鱼钩居然是直的，不放鱼饵，还离水面3尺高，这哪是在钓鱼，明摆着是逗闷子。姬昌觉得老头肯定不简单，便客气地走上前去，主动开口向这位怪人请教。姜子牙微微一笑说，我这直钩不为钓鱼，只为钓懂我的明主鱼。贪吃鱼饵会丢命，英雄则是为了干大事业而来。我在这里等的就是能听懂我说话的豪杰，你来了，就说明你就是那个我要等的人。姬昌听完大喜，明白眼前的老人正是寻找的绝世高人。他没摆任何君王架子，反而弯下腰，恭敬地邀请姜子牙出山。他尊称他为太公望，让他当了军师，用最高规格的礼节把老人家风风光光地请回了朝廷。回到朝廷后，姬昌虚心请教，这就是六韬里的第一部分。文韬。姬昌问，怎么做才能把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都聚过来，让大家死心塌地跟着干？姜子牙毫不藏私，一开口就指出了成就大业最核心的秘密。他说，天下的财富从来不是哪一个人的，只要你能跟所有人分享利益，大家就会主动归顺你。如果你想一人独吞所有好处，那天下人就会变成你的仇人。懂得把利益分出去，才是最顶级最厉害的阳谋。很多团队之所以散伙，就是因为领头的一人吃肉，连汤都不给底下喝。聪明人从不吃独食，多让利给身边人，大家才会死心塌地跟着你。把别人的利益和自己绑在一起，你的人生道路才会越走越宽。接着，姜子牙提到了关键的6守原则。做大事业，手里必须稳住6种宝贝，那就是仁爱、道义、忠诚、信用、勇敢和谋略。这6样东西就是吸引和筛选高手的金字招牌，也是团队做大做强的最稳地基。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有本事，不能光听他吹牛，要看他遇到利益时动不动心，遭遇危险时带不带头，碰到大难时能不能扛。只有在这些实际考验面前撑得住的，才是能挑大梁的骨干猛将。除了招人才，还要防范身边的6贼。那些表面客气，背地里却拉帮结派，嫉贤妒能，重伤别人的家伙，就是团队里的毒瘤。如果不把这些害群之马及时清理掉，再大的事业也会被他们从内部彻底掏空。治国根本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姜子牙主张，大家日子困难时，君王要主动减少税收，绝不去瞎折腾。只有把大家的肚子喂饱了，人人过日子有了盼头，整个大后方的凝聚力才会像泰山一样坚如磐石。听完文韬，姬昌很佩服，接着把儿子姬发也叫过来一起请教武韬。
姬发问得更直接。他说，现在对手的实力还很强，如果想打破旧格局，到底该做哪些准备，才能在未来的正面交锋中稳操胜券，不至于翻车？姜子牙摸摸胡子说，真正的高手在动武前就定下胜负了，打败强大的对手绝不能光靠硬拼，那是最低级的手段，必须先从软实力下手，通过争取人心，把利益分给更多的人，在无形中彻底孤立对手。姜子牙出了个奇招，如果对手很团结，就要送去厚礼，表面恭敬，让他骄傲自大，对方一旦骄傲，就会开始瞎折腾，内部必然出现裂痕，等他们自己乱了阵脚，咱们反击的机会也就真正来了。不仅要削弱对手，更要点燃自己人的斗志。姜子牙强调，必须让大家明白，咱们是为大伙的共同幸福而战。当所有人目标一致、热血沸腾时，团队就会爆发无法阻挡的力量，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，也绝不退缩。这种智慧用在生活里也一样，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外面的风雨，而是看你的内心够不够稳。只要底盘扎实，内心有一股不服输的精气神，懂得在低谷积蓄力量，那些看似强大的困难，最终都会向你低头。战略定好了，接着进入六韬里精彩的龙韬部分。姬发追问，具体执行任务时，最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人物？姜子牙严肃地回答，一辆车跑得快不快，全看车把式。带头的将帅就是一个团队最关键的主心骨。姜子牙指出，优秀的领头人必须具备5种顶级品质，那就是勇、智、仁、信、严。勇敢能果断决策，智慧能看穿迷雾，仁爱能体贴部下，信用能让人信服，严格能让规矩执行到位。这5条就是最硬的铁血标杆，挑选带头人有铁律。姜子牙列举了5种能派大用场的特殊人才，有的擅长出谋划策，有的能冲锋陷阵，有的精通情报，有的擅长后勤。把对的人放到对的位置上，才能把团队的战斗力真正拉到最满。有优秀品质，就必须提防性格缺陷。姜子牙提醒，有10种致命毛病会毁掉领头人，比如依仗勇敢轻敌的，遇事太冲动的，贪小便宜的，太在乎名声畏首畏尾的。这些性格软肋一旦被抓住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为了不让领头人抓瞎，姜子牙提出建立庞大的幕僚团，这就叫王义。团里包含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，他们就像是主帅的眼睛和耳朵，负责把外面的风吹草动和重要情报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送到案头。在这个智囊团里，姜子牙特别重视打探消息的斥候。他说，不了解虚实就去开打，跟闭眼走路没区别，必须派最机灵的人把对手的实力、粮草在哪儿，甚至长官的脾气全部都摸得清清楚楚，做到知己知彼，摸清了情况，接下来就是搭建核心班子。姜子牙主张，团队里的人都要各司其职，绝不互相扯皮。主帅对人才要给足面子，待遇给够，权限放开，让他们没后顾之忧。大家劲往一处使，就没干不成的大事儿。队伍建好，还得靠铁规矩约束。姜子牙说，号令不严明，100万大军也会变成一盘散沙。立下规矩后，不管多大的官，犯错就要罚，有了功劳，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兵，也必须当众中奖。这便是最顶级凝聚力的来源。平时团队里也是这个硬道理，优秀的团队绝不靠人情世故凑合，而是靠透明规矩和说到做到的执行力。当大伙都明白多劳多得，犯错必究时，干活才真正有冲劲儿，团队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。队伍有了规矩，就得有趁手的家伙事儿，
姜子牙顺势讲起了虎韬，重点说武器和阵法。他说打仗不能光凭一腔热血，得有硬核的装备。强攻长矛战车必须按比例搭配好，这就像搞事业，得有趁手的工具，效率才能成倍增长。姜子牙特别看重战车，在宽阔的平原上，战车冲起来势不可挡，但到了坑洼不平的泥地，战车就成了沉重的累赘。这时候，步兵和弓箭手才是主力，把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根据不同的场地选对打法，才是真正的带兵高手。这其实暗藏着一个关于概率的底层逻辑。不管是带队伍还是做项目，盲目死磕往往费力不讨好。只有找准自己最擅长的赛道，用系统的方法去堆叠优势，把胜算的雪球越滚越大，最后的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虎韬里还强调了阵法。姜子牙在地上画了个圈，说如果被敌人四面围住，绝对不能慌，要立刻让队伍结成铁桶阵，外面用长矛拒敌，里面用强弓放箭，像刺猬一样让对方无从下口。这就是防守反击的绝对精髓。如果遇到对方阵型散乱，就像猛虎下山一样，集中所有的精锐力量，直接把敌人的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只要速度够快，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整个局势就能在几分钟之内彻底扭转。紧接着，姬发提到了更复杂的战场环境，这就进入了鲍涛的核心。要是队伍进了一片茂密的原始大森林，到处都是参天大树，战车根本开不进去，方向也分不清。要是突然遇到埋伏，大家该怎么保命和反击呢？姜子牙摸着胡须，不慌不忙地说，林子越密，越不能硬冲，要赶紧把大部队分成好几个小分队，化整为零，大家互相掩护，利用粗壮的树干当盾牌，用弓箭远距离消耗对手。只要沉住气，劣势立马就能变成主场优势。万一被逼到了高山悬崖边上，退无可退怎么办？姜子牙眼神一冷说，既然没有退路，那就干脆不要退，破釜沉舟，占据最高点，把巨大的石头和滚木准备好，谁敢爬上来就砸谁。这种绝境反而能激发队伍100%的求生欲。人生遇到走不通的死胡同，别急着撞墙，换个思路，把大目标拆分成每天都能完成的小任务，保持稳定的输出频率。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积累长期的连带效应，不知不觉就能跨过人生中最难迈过的那道坎。水战也是鲍涛里的重头戏。姜子牙提醒，渡河的时候最容易挨打，绝对不能全军一起下水，要留一半人在岸上架起强弓掩护，水里的动作必须快，一旦上岸，立刻结成阵型，绝对不能给对手留出半点可乘之机。如果河水突然暴涨，原有的桥梁被毁断了去路，姜子牙说，千万不要慌，就地取材，砍倒大树，用粗大的绳索绑成结实的木筏，或者用兽皮囊吹满气做成浮桥。只要脑子灵活，死局里总能找到破局的生路，关键看你能不能变通。姬发听得津津有味，又问起，如果在平原上突然被强敌包围，周围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该怎么办？这可是战场上最让人绝望的险境，弄不好就是全军覆没，连一点渣都不剩。姜子牙微微一笑，传授了绝招。他说，遇到这种空旷地带的包围圈，千万不要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，要在队伍四周挖出深沟，垒起高高的土墙，把重型战车连成一圈当作掩体，就跟乌龟缩进壳里一样，任凭敌人怎么叫阵，就是不出去。等敌人骂得口干舌燥，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挑选最精锐的敢死队，趁着夜色掩护，从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地方突然杀出去。
这一招叫出其不意，只要能撕开一条血路，全军就能跟着突围，把敌人的包围圈彻底变成个笑柄。前面讲了这么多硬核战术，接着姬发提出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，那就是平时该怎么练兵。这就正式进入了犬韬的领域。姜子牙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练兵最根本的底线就是要让100万士兵的心像一个人的心那样齐。训练队伍绝对不能图快，要一点一点来。先教怎么看懂不同颜色的旗语，再教怎么听懂敲击筋骨的声音。进退有度，步伐整齐划一。只有平时把这些基本功练成了肌肉记忆，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，大家才不会两腿发软抱头鼠窜。做人做事也是一样，别总想着一夜爆红或者去走什么捷径，真正的高手都是靠日复一日打磨自己的核心技能，用扎实的数据分析和稳定的产出质量去换取长久确定的增长。把基本功练扎实，才是抵御一切风险的终极武器。姜子牙还特意强调了挑选猛将的硬标准，不能光看谁个子高力气大，那顶多只能当个大头兵。真正的猛将得能在混乱的局势中保持绝对冷静，一眼看穿敌人的破绽，敢于在最要紧的关头接下最难啃的硬骨头。为了把队伍的战斗力压榨到极限，姜子牙把士兵按特长分门别类，力气大的去举重型铁盾牌，跑得飞快的去当侦察兵，射得准的编成精锐弓箭手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只要放对位置，人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尖刀。万一遇到士气低落的时候，怎么给队伍打气？姜子牙说，这时候带头的大哥绝对不能坐着马车摆谱，要亲自下马和士兵一起走泥路，吃一样的粗糙口粮和一样的泥坑水。长官带头吃苦，士兵的心里就有了底，这叫同甘共苦。这种将心比心的管理方法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。只要你愿意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，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遇到困难永远冲在第一线，大家自然会把你当成真正的主心骨，心甘情愿陪你一起熬过寒冬。聊到这里，姬发提出了伐纣最关键的准备阶段，这也是书里最神秘的阴韬。阴韬不讲明面上怎么挥刀弄枪，专讲怎么在暗地里运筹帷幄，给对手挖坑设套，把心理战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。姜子牙压低声音说，最高明的手段是让敌人根本摸不清你的真实意图。你可以表面上装出软弱无能的样子，大声喊着害怕，甚至故意送几场败仗给对方，让他们从骨子里觉得你不过是个没用的软柿子。敌人一旦信了你的伪装，就会狂妄自大，把精锐兵力调走，开始花天酒地，而你这头却在暗室里悄悄打磨兵器，拼命积攒粮草，把队伍练得像钢铁一样硬。这就是著名的扮猪吃老虎，把身段放低，把本事藏深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还要派出口才极好的人，带着沉甸甸的黄金珠宝去收买对方内部的贪官，挑拨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，四处散布谣言，让对方阵营里天天吵架，互相猜忌。这就是兵不血刃，从内部彻底瓦解一座坚固的堡垒。平时在这个社会上混，也要懂点藏拙的智慧。当你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，千万别到处显摆你的小聪明。沉住气，闭上嘴，多做事，像个安静的顶级猎手一样，默默建立属于你自己的资源库，等待那个一击必中的绝佳时机。等到敌人内部乱成一锅热粥，变成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时，姜子牙猛地一拍桌子，眼睛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寒光。他说，这时候就绝对不能再藏了，要立刻亮出全部底牌，像晴天霹雳一样直接重拳出击，一战定乾坤，彻底终结对手。犬韬里的精髓还有骑兵和战车的配合。姜子牙强调，用兵要灵活，
步兵像树根，战车像树干。战车用来冲碎敌人的大阵，骑兵用来快速包抄，断敌方后路，步兵跟在后方稳扎稳打，清扫战场。这样打仗绝对稳妥。面对强敌，骑兵绝不能正面硬刚。姜子牙定下铁律，遇到重甲步兵，骑兵要分成左右两翼，像钳子一样死死夹住敌方腰部，不停用弓箭骚扰，把对手耗得精疲力尽，最后再重拳出击，彻底终结。如果你的团队体量小，绝对不要去跟行业巨头正面拼资本，要发挥小团队灵活机动的优势，去抢占那些巨头看不上的细分市场，用极致的服务把这点肉吃透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照样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终于，所有的准备全部就绪。周武王姬发看着眼前兵强马壮的队伍，心中豪气万丈。姜子牙站在高台上，大声宣布推翻暴政的时机彻底成熟了。现在就是拔出利剑，建立新世界的最佳时刻。浩浩荡荡的大军向着战场进发，途中突然遇到狂风暴雨，大旗都被吹断。很多人觉得这是警告，心里犯嘀咕，连姬发都犹豫要不要退兵。这时候姜子牙站了出来，眼神坚定无比，毫不退缩。姜子牙一把扔掉占卜用的龟甲，大声怒吼。他说，残暴的敌人就在眼前，咱们手里的刀枪就是天意，成败根本不靠那些迷信，而是靠大伙手里的真功夫。这一声怒吼彻底稳住了全军的军心。牧野之战正式打响。面对商朝庞大的军队，周军毫不畏惧。姜子牙亲自上阵，率领几百名最精锐的死士在前面开路。巨大的战鼓声响彻云霄，周军像一把烧红的利剑，直直地插进商朝军队的心脏。商朝士兵本来就对暴君怨声载道，一看周军气势如虹，直接在前线倒戈，调转枪头，跟着周军一起冲杀。姜子牙用事实证明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靠残暴维持的庞大帝国，其实就是一推就倒的朽木。姬发成功登上了王位，建立了绵延800年的周朝。姜子牙也因为立下了头号大功，被封到了齐国。那个曾经在渭水河边钓鱼的穷苦老头，最终成了一代名相，名垂千古，完成了最不可思议的人生逆袭。到了齐国后，姜子牙没有贪图享乐，而是继续把六韬里的智慧用在治理国家上。他发现当地靠海种地不行，就因地制宜，鼓励老百姓大力发展煮盐和打鱼的产业，还开放通商，让齐国迅速富得流油。认清自己的现实条件，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，把长板拉到最长，你就能在自己的主场里所向披靡。手里拿了一副烂牌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非要按别人的套路出牌，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灰。姜子牙在齐国还推行了尊贤上公的政策，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，只要你有真本事，能为国家立下功劳，就能提拔当大官。这一下把全社会的活力都彻底激发出来了。无数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拼了命地干事业，那些混吃等死的酒囊饭袋被全部清理出局。齐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极其务实、极其有冲劲儿的风气。这就是六韬里讲的论功行赏，规矩立住了，利益分清楚了，整个团队的运转效率自然就会达到最高峰。为了防备周边势力，姜子牙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。他教导百姓平时安心搞生产，闲暇时就集中起来练习武艺，这就做到了全民皆兵，让外面的敌人连一丁点偷袭的念头都不敢有。大后方固若金汤。姜子牙深知打天下容易，守天下难。他定下铁律，不管后代君王多显赫，
都必须把百姓的饭碗放在第一位。谁敢鱼肉乡里，国法绝不留情。这种极其清醒的底层执政逻辑，让齐国这片土地繁荣了足足好几百年。回顾姜子牙的一生，他前半生颠沛流离，受尽了世人的白眼，一直熬到70多岁才终于遇到了伯乐。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己大脑的投资，一直在默默研究兵法和治国大道，硬是把冷板凳做成了王座。如果你现在觉得怀才不遇，千万别怨天尤人，静下心来把专业技能学透，把身体练得非常结实，等你把自身内功练到满级的时候，哪怕遇到一个极其微小的风口，也足够把你直接送上人生巅峰。六韬之所以厉害，就是因为他把人性和规律彻底看透了。他不讲云里雾里的大道理，而是实打实地教你怎么笼络人心，怎么分配利益，怎么在复杂的环境里安身立命，怎么把手里的底牌威力发挥到极致。它不仅是兵书，更是一套极度实用的进阶手册，里面的每句话都是从实战中总结出的深刻教训。它告诉我们，不管局势多么绝望，只要你能冷静下来，找准核心矛盾，就一定能拔出那把破局的锋利尖刀。历朝历代的猛人，比如张良和刘伯温，全都把这本神书当成宝贝。他们把书里的智慧嚼碎了，咽进肚子里，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在乱世中建功立业。可以说，这套古老的兵法就是高手们逆袭成王的绝密底牌。咱们普通人读这本书，不用去学排兵布阵，而是要学它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。遇到难缠的客户，用奇谋去攻克；遇到职场里的套路，用防身的规矩去避坑；带团队的时候，用公正的奖罚去凝聚身边的人心。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，每天一睁眼，你要面对柴米油盐，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。如果脑子里没有一套管用的硬核智慧撑腰，你很容易就会被现实的巨浪彻底打翻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记住姜子牙在渭水河边的心态，不管现实怎么毒打，内心那股火绝对不能熄灭。你可以忍受暂时的贫穷和默默无闻，但必须在暗中不断打磨自己的直钩，疯狂吸收养分，安静地等待那个属于你的绝佳时机。当你的认知彻底升级了，眼前的世界就会完全变样。曾经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，现在不过是个小水坑；曾经觉得无比强大的阻碍，现在只要看穿它的软肋，一击就能彻底粉碎。这就是智慧带来的降维打击。总结全书，六韬的核心在于顺应局势与人心，将谋略的变通与规矩的铁血完美融合。他教导我们把众人利益深度绑定，用严格的纪律执行，在隐忍中积蓄力量，最终靠绝对的硬实力去彻底碾压所有的前行阻碍。你就是自己人生的主帅，别怕眼前难关，打开格局，稳住心态。只要将这套智慧融会贯通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你一定能在自己的战场上霸气反击，杀出一条黄金坦途，彻底赢得最痛快的人生大满贯。